欢迎你来参与这次的研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一部影响非常深远的佛教经典《金刚经》里的一些段落。对，这个版本是瑶琴时代的鸠摩罗什翻译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试着从里面挖一些核心的智慧出来，看看他怎么谈实相，还有怎么安顿我们的心。没错。而且这次讨论的起点其实就是从经里面佛陀的大弟子须菩提，他提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开始。什么问题？他问说，发了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心的人，他的心要怎么安住？那要怎么样降伏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？这个问题可以说就是贯穿了整部经的核心啦。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一个，我觉得蛮震撼的点。佛陀说，发心的菩萨，他的目标是要度化所有的众生嘛，让他们都进到涅槃。对。但他接着马上就说，度化了这么多众生之后，其实没有一个众生真的被度化。这听起来很矛盾啊，为什么会这样说？这个可以说是理解《金刚经》的一把钥匙。佛陀解释说，如果一个菩萨心里还有所谓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也就是说，他还很执着地认为我是一个实体，别人是一个实体，众生是一个群体，寿命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啊。所以关键在于那个相，那个执着。对，这个不只是什么哲学思辨哦，它等于是直接挑战你我心里那个最根本的那种我想要做点什么，我想要留下点什么的冲动。这个有意思。经明其实在提醒你，真正的慈悲甚至超越了我在帮助他的这个概念本身。所以说，我们平常觉得理所当然的我、你、他这些概念，其实都是一种执着。正是如此，你看经文里面，他用一种很特别的句型，不断重复强调这一点。像哪个？比如说，所谓佛法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这个我看过。这就像我们说桌子，其实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桌子实体存在嘛。对，它不过就是木头钉子这些条件组合起来，我们为了方便沟通，才给它贴上桌子这个标签。了解。那佛法也是一样，它是指引方向的工具，不是要你紧抓不放的一个实体。一切的名字相状，它的本质其实是空的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空性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对。好，明白了。那接下来经文提到一种很特别的布施方式，因无所住，心于布施。对，意思是说，布施的时候，心不应该执着在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任何对象上。这跟刚刚说的那个不执着是有关的，完全相关。这个就直接指向了那个核心教诲：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这不只是说布施了，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，你的心都不应该依附停留在任何概念结果感受上，甚至连我在做好事，我有功德这个念头都不该执着。哇，这个很难呢。对啊，道理上知道不执着是一回事嘛，可是我们平常那个心念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抓住各种人事物不放？确实，这就是修行的难处啦，也是那个降伏其心的关键下手处。那如果连好的念头，甚至佛法本身都不能执着，那要怎么依靠它来修行呢？这不会很奇怪吗？这就是那个有名的法喻要说明的。竹筏的比喻。对，佛法就像那个渡河的竹筏，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到达觉悟的彼岸嘛。可是，一旦你上岸了，连这个有用的工具法，你都要把它放下。更何况是那些本来就虚幻的、该丢掉的世俗的执念、非法呢？懂了。你如果执着任何事物，包括对佛法的执着，那它就会变成新的束缚了。好，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真正见到佛，也就是所谓的如来？经文说不能只看外表，比如佛陀那32种特殊的相貌。对，还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没错。后面还有寄语说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
不能见如来。这些都在引导我们要超越感官所能接触到的，还有我们脑袋里的概念。所以见如来不是用眼睛看，不是，它是要去体证实物如其本然的那个状态，不被任何名字啊、概念啊给遮蔽。体证。当你能看透这些虚妄的相，心自然就不会被外面的境界牵着鼻子走了嘛。这其实也是安住其心的一个方法。但这里又有个问题了，如果说连最高的觉悟就是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到最后也是无所得，那追求它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听起来好像有点虚无。这是个好问题。无所得并不是说没有觉悟这回事哦，那是他强调的是觉悟的本质是没办法被抓住、被拥有的。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做觉悟，可以被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去得到啊。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就又掉回那个我相和法相的执着里去了。他要破除的是那种占有、获得的心态，而不是否定觉悟本身。了解，是破除那个得的心态。对。最后啊，经文一直不断强调这部经本身的价值，说就算只是理解、受持，甚至跟别人解释里面4句戒语，那个功德都远远超过用无量世界的珍宝来布施。为什么评价这么高？因为经里面提到一句话，一切诸佛还有他们所证得的那个无上正等正觉法，都是从这部经出来的。这等于是说，《金刚经》被认为揭示了那种能引导所有众生从根本上解脱烦恼，达到那个终极智慧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普遍法则。因为它直指那个实相，所以它的价值才没办法估量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对《金刚经》选段的探讨，大概碰触了几个核心的点，像是认识到自我跟现象它的那个空性本质，也就是无我、无相。还有练习不执着的心态，就是无住。对，无住。以及学习超越表象，去体证那个实相。没错。最后啊，我想留给你一个画面，可以带回去，慢慢体会一下。好啊。经文结尾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句很有名。对，所有由因缘条件构成的事物，都像梦境，像幻象，像水泡，像影子，像早上的露水，像天上的闪电一样，咻一下就没了，很短暂，很虚幻。你试着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看看，用这种眼光去看待你经历的所有人、所有事，去观察他们那个无常、那个不真实的特性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这或许就是《金刚经》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个修行的指引吧。